女子香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。随风荡，谁去想是情郎？最后成了战场，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亡命心里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一场，眼一闭，谁最好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。幻影宝盒是阴阳家的绝世珍宝，想不到居然会在我们机关城内。我看到了，有一颗星与其他的都不一样。破解龙喉的答案是随着星辰位置的变动而改变的。禁地密道，就是这里了。看来这两条路，一条叫做侠道，一条叫做王道。该往哪条路走呢5步之内，百人不当，10年磨剑，一孤侠道。千里挥戈，万众俯首，四海江湖，百世王道。你们快看，后面的路！少羽，快点过来！跳过来，拉住我的手！不行，我比你重，再加上下坠冲力，我们2个都会掉下去的。胡说！你别小看我，像你这样的10个我都拉得住，你过来就是了。少羽说的没错，天明，这样不行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分头行动吧，前方一定有汇合的地方。啊，只能这样了。少羽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呢。哈哈哈！放心吧，天底下的路能够阻止我少羽的是不存在的。哼，又开始吹牛。小子，没大哥照顾你，后面可别哭鼻子。嘿，到底是谁照顾谁呀？不跟你废话了，走了。天明，我们也走吧。好，绝不能输给那个家伙。每个来到莫问的人都会面临选择。过了这道门，就是禁地的轴心了。这是侠道之门，他们进去了。你们看，那边也有动静。
是王道之门，这，难道他们分开行动，没有在一起？王道与侠道，这两扇门进去以后会遇到什么？天下皆白，唯我独黑。名声涂炭，奈之若何？莫门绝术，克而不攻。八横八纵，兼爱平生。好一个天下皆白，唯我独黑！墨家祖师爷不愧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，单凭这8个字，天下英雄谁不敬仰？不过后面这一句有点古怪，范师傅教我兵法。对敌人要攻而克之，而莫门绝术克而不攻，是什么意思？这好像倒是个棋盘的样子，难道这个王道石室居然是个下棋消遣的机关？兵阵杀戮，博弈儿戏，还真的是下棋。墨家祖师爷要找人陪你下棋，这样的盛情实在有点儿胜负无常，生死慎之。王道之室里有一副棋局。棋局？棋局。少尉虽然喜欢舞剑格斗，但是对于围城兵棋，还是颇为喜欢，经常要我传授。他悟性又高，倒是颇有造诣。王道之室中不是普通的棋局，而是根据本门绝学精髓设计而成的墨攻棋阵。墨攻棋阵，本门祖师爷十分反感兵家孙子所创立的杀戮方法，认为那是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根源。范大师，这个范师傅平生所学正是来自《孙子兵法》。这个对不住，范老弟。诸子百家各有专攻，我们要成大事，不必计较这些。墨攻是祖师爷创立，用于对抗兵家攻略的绝学，这副棋局也是如此。这墨攻棋局和围棋有何不同？最大的区别就是围棋讲究杀戮，攻而克之。风林火山孙子13篇，攻而克之是其核心。所以围棋是杀子，当一方将另一方的棋子围住，使其断气，则那些棋子就被认为是死亡，从棋盘上清除出去。
那莫公棋局有何不同？墨家主张非攻兼爱，祖师爷认为要获得胜利，并非一定要通过杀戮，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。兵家也并非一味强调杀戮，《孙子兵法》第3篇《谋攻》，就是提到是故百战百胜者，非善之善也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才是最高境界。何以见得墨家就比兵家更高明呢？范师傅，班大师只不过在说墨攻棋局和围棋的差别，你又何必动真呢？哦，抱歉，请继续。与围棋明显的不同就是，墨攻棋局中不会有任何棋子被杀死。当一方的棋子被另一方棋子前后围堵，那这些棋子就转化成另一方。当然，如果这些棋子又被围堵时，还可以再次转化。最后64格棋盘布满时，就看双方谁的棋子数量多，哪一方就获胜。原来如此。墨攻棋局棋子虽然不多，但是敌我双方的转化却是千变万化，步步惊心。少羽精通围棋，而墨攻棋理相反，这对他可是十分不利呀。既然被我占到先机，想要翻盘那是绝无可能。虽然以棋理不同，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。墨攻棋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敌我双方形势攻防转换，可以说瞬息万变，天翻地覆。居然超过我了！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胜负无常，生死慎之。难不成这盘棋局如果输的话，临兵对阵一定要冷静，差距不大，一定有机会的。只差1个子了。不好！
下一步该怎么下呢？不行，这样也不行。糟了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下，怎么办呢？少羽，你要记住，你是我们项家的传人，项氏一族哪怕只剩下你一个人，也要重振楚国的荣耀。记住了没有？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才像是我的儿子。父亲大人，少主，少主，放开我！少主，你不能过去！让我过去！少主，少主，快退吧，少主！父亲，你不能过去！退吧，求你了，少主！让我过去！少主，少主，求求你了，快退吧！父亲！忽然想到一种局势，不知在莫宫棋局中是如何应对。范老弟，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。莫宫棋局每一次落子必须要形成转换，如果对方没有可被转换的棋子时，这种情况本方就只能放弃这一轮出手。能够把对手逼入到这种困境，就叫做破阵，是最厉害的招数。看起来你梅子可落了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啊，居然还有这种事！你又无子可落，那我就多谢了。兵法云：乘胜追
坠而击之，我可是不会手软的。